如果让你们说一种小时候经常喝，每次喝完都觉得喝不够的饮料，你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在我的记忆里，有一种味道酸甜，口感丝滑，只要用力吸几口就能把一整瓶都喝完的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碗拿铁。今天我要复刻的就这个从小喝到大，到现在它的味道和体积都完全没有变化的娃哈哈 AD 钙奶。AD 钙奶这玩意儿吧，说它随处可见真的是不夸张，就连在纽约，只要是一家大一点的中国超市，走2步就能看到。我记得它原来好像卖1.5块一瓶吧，结果现在都已经涨到1刀一瓶了。算，反正我今天就要把它喝到饱。哇，就是这个味道，酸甜交替，配合略带浓稠的口感，怎么喝都不腻。唯一不太满意的就是它一点奶味都没有。我来看看配料表里有没有牛奶啊。我去，这么长，这是把整个元素周期表都塞进去了吗？我稍微研究了一下，发现配料表也没那么复杂，除了水和糖，剩下的就是奶粉、调味品、营养品还有乳化剂。至于具体的用量，我还专门联系了一个化学博士朋友。OK， 全都搞定了，不愧是化学博士，要不你们给他一个3连，鼓励一下吧。我来看看啊，先用总脂肪含量计算出奶粉的质量，再用蛋白质总量扣除奶粉中的含量，得到乳清蛋白的质量，最后用钙的总量配合化学分子式，得到碳酸钙的质量。至于乳化剂啊、增稠剂啊什么的，只要能够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来操作，应该问题不大。OK， 所以具体的用量就是这样。唯一还不确定的就是用来调味的柠檬酸，但是咱可以猜呀。那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化学课里面用过的东西？记得的同学，请把它的名字打在公屏上。从颜色上看起来，原版的 pH 值大概在 6.0 左右，呈微弱的酸性。所以根据我研究时长2个半月的经验，只要先配好糖水和牛奶，再加入乳化剂和增稠剂，最后拿柠檬酸把 pH 值调整到原版的程度，一份 1.0 版本的娃哈哈 AD 钙奶完成。好像奶味比原版浓，颜色也偏黄，不过问题不大，第一次嘛，味道才是最主要的。来，我帮你们尝一口啊。这底下全是渣渣，明明配方是科学的呀，这怎么搞啊？我在上班的时候思考了一下，颜色偏黄应该是乳清蛋白过多的问题，只要把它的用量减少，就能更接近原版。而这些渣渣肯定是因为碳酸钙不溶于水，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先准备一份 pH 值在 2.0 左右的柠檬酸溶液，利用它的强酸性把碳酸钙溶解，形成清澈的液体。上过化学课的同学，请把这个反应的名字打在公屏上。行，这把稳了。只要把奶粉和水混合均匀，再加一点乳化剂和营养剂，最后加入调好的透明溶液，混了混了。等一下，给你们看个东西。这什么鬼啊？怎么就不按照剧本来呢？我在上班的时候总结了一下，如果配方没有问题，那肯定就是过程有问题。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做过的马苏里拉芝士？它的第一步就是利用柠檬酸让牛奶的 pH 值急速下降，形成絮状物，这个就叫蛋白质的沉淀反应。而阻止这种反应的办法就是不要让 pH 值下降得太快。所以我又测了一遍所有食材的酸碱度，然后把它们分成了中性、碱性和酸性3个类别。先加入全部的中性食材，达到稀释浓度的效果，然后才加入碱性食材，利用它们强碱弱酸盐的特点，让溶液变成微弱的碱性。最后分批少量的加入酸性食材，就能在不产生沉淀的情况下，达到原版的酸度。你们看，这个颜色
这个质感是不是跟原版一模一样？至于味道嘛，哇，已经很像了。除了奶味还是很重以外，没啥大毛病。OK， 下一个版本肯定就能搞定了。我在上班的时候悟了，你们看啊，在配料表最不起眼的地方还有2种东西：天然香精和人造香精。原版特殊的香味肯定就是它们的味道。你们有没有喝过一种叫养乐多的东西？我觉得它就和 AD 钙奶的味道挺像的，所以我专门找到了养乐多的官网，果然查到了它里面的味道：香草精和柑橘精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香草精就能盖住奶味儿，而橘子精只要控制好它的用量，就能带来特殊的香气。最后是甜味儿，白糖的味道吃起来比较单调，所以我又按照配料表买了2种代糖，只要一点点就能产生复合的味道。把所有食材按照顺序加入破壁机，持续搅拌6分半钟，最后用纱布过滤，在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，一份娃哈哈 AD 钙奶完成。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AD 钙奶居然还能拿盆儿喝的？但是最有灵魂的喝法还是得拿着吸管猛地吸上一口，让酸甜的味道瞬间填满整个口腔。真的很像了。也许还有一些作为秘方的香精没有找到，但是如果原版有10分的话，我的版本也应该能打8分左右吧。很多小时候吃的东西，现在已经被其他的产品挤到了超市不起眼的角落。但是如果有一种能够坚持10几年不变的味道，那它一定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味道。你们还有什么从小吃到大，以后也会一直吃下去的东西吗？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。谢谢大家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来一个3连加关注吧。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